沈月经纪人确实很美，但看到杨紫助理后，才知道啥叫不出道可惜了。最近，圈内一些女星身边的助理一下子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这些女演员已经因为出众的颜值获得了大家的喜爱，而她们的助理们在她们面前丝毫不逊色，甚至更加惊艳。另一方面，这些备受瞩目的女助理的出现，也引发了人们对外貌革命的思考和讨论。说回当初，沈月的经纪人因为颜值高而备受关注。作为沈月的经纪人，他不仅能在工作上给予沈月最大的帮助，在外出活动时与沈月的合影更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虽然她不是演艺圈的风云人物，但她的美貌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女演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甚至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现象。不过，当杨紫身边的助手们也因为颜值高而受到人们的关注时，还是让不少人感到意外。杨紫身穿白色上衣搭配黑色长裙，尽显淑女风范。然而，身边的短发女助理简单舒适的打扮、清新的气质，完全把她给淹没了。这一刻，不少人都忍不住想起了那句“不出道可惜”，开始期待这位女助理的未来。颜值无疑是近年来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作为一个外在因素，外貌本身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内在实力和价值，但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身边的这些美女一出现就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也折射出人们对美的追求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在 ins 等社交媒体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美的标准和认知。与此同时，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一个人的外在美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于是，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个体的内在力量和品质，努力让自己成为更有价值的人。不过，虽然人们的认知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但在娱乐圈这个特殊的行业里，颜值的重要性依然不容忽视。其实，女演员的颜值和形象一直是代表一个品牌的重要因素。那么，对于这些备受瞩目的女助理来说，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她们的颜值会不会成为她们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她们是否需要成为演艺圈的一员，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就像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问题结尾一样，这些问题没有直接的答案。这些问题反而给了人们更多的思考空间，让大家更好地咀嚼和探讨这个话题。外貌是否应该成为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人的梦想和价值难道只能在演艺圈实现吗？这些问题或许只有时间和亲身经历才能回答。然而，无论是否找到答案，这个话题始终值得关注和讨论。回到最初的问题，到底是沈月的经纪人更漂亮，还是杨紫的女助理更漂亮？启发我们思考的不仅仅是外表，更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和努力。正如很多人所说，一个人的价值和美貌永远不能仅由外表来决定。真正的美是从内心的平静和稳重的自信中散发出来的。只有这样的美，才能真正历久弥新，让人爱不释手。杨紫在其古装大女主，二搭罗云熙领衔主演《红尘月》宣发启动。杨紫作为90后新一代人气女星的代表者，因为童星出道的缘故，可以说是很多人看着长大，也是陪伴很多人长大的一位演员。因此，在粉丝群体上，几乎也是覆盖了各个年龄层段。说起杨紫，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陪伴90后童年的那部《家有儿女》，这也是她出道之后大范围积累人气的首部作品。家有儿女之后，杨紫的影视剧之路便算是彻底打开了。随后相继出演《守株人花》《飞花误飞误战长沙》《欢乐颂》《龙珠》《传奇之无间道》等等诸多作品。2018年，因为一部《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热播，作为大女主的杨紫一剧而红，顺势成为了当时火遍全网的一线女星。而作为男二的罗云熙也是借此出圈。凭借《香蜜沉沉烬如霜》积累的人气，杨紫获得了更多的影视剧资源。亲爱的、热爱的余生、请多指教、沉香如屑等近10部爆款新作接踵而来。近日有消息爆出，杨紫将在今年第3季度再次投入到另一部古装新作的拍摄之中，一时间引起了不少观众的瞩目。杨紫在其古装大女主，二搭罗云熙领衔主演《红尘月》宣发启动。
有关杨紫在其古装新作的消息，是源于一部名为《红尘月》的新剧宣发。该剧目前已经正式开启了筹备，而作为大女主的人选，便是此次谈到的杨紫。对于杨紫的介绍，以上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接下来主要再简单说说该剧的男主。因为从近日爆出的消息来看，男主的人选也是一位人气男星，并且还是与杨紫二次搭档，他就是颜值、演技、人气俱佳的罗云熙。在2018年热播的那部《香蜜沉沉烬如霜》中，除了杨紫之外，受益最大的莫过于作为男二的罗云熙了。他因为该剧中的润玉一角可以说是火遍全网。在借助《香蜜沉沉烬如霜》造就的超高人气之后，罗云熙影视剧资源爆棚，先后主演了《白发月上重火》《半世蜜糖半世伤》《心跳源计划》《良言协议》《长月烬明》等10几部爆款。经过这几年的影视剧之路发展，罗云熙已经从一位新晋小生成长为一位人气男星了，无论是演技、人气还是抗拒能力，都得到了质的飞升。此次，罗云熙以男主的身份加盟这部古装新作《红尘月》，无论是从人气还是质量上，都会提供多一层的支持和保障。又是与杨紫的二次合作，话题度自然也不会低。目前，有关这部《红尘月》的筹备已经正式开启，作为领衔主演的男女主人选也得到了爆料，相信很快便会出现更为准确具体的资讯，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持续关注一下。03沈月自称是全班最丑，当她和室友合照曝光后，网友神仙寝室。沈月是一位备受关注的年轻女明星，她不仅当过演员，还在娱乐圈当过歌手和模特。她的才华和演技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在今年的春晚中，沈月首次亮相，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沈月细腻的表演和亮丽的颜值，让她成为了本届春晚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但私底下，沈月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也有人性的一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沈月的故事。沈月一丝不苟的表演是众所周知的，她对每一次表演都非常认真，力求表现出自己在角色中不同的情绪和感受。她对演技的把控非常扎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在今年的春晚中，她那一顶天高的帽子让她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之一，而她的舞蹈和说唱也让她在众多的表演中彰显出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不过，就长相而言，沈月自认为是班里最丑的，这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在沈月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这种说法也变得更加奇怪了，因为沈月的长相确实非常漂亮。不过，她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算不上妩媚动人的美女。这种真诚和自信来自于沈月努力发现自己魅力的态度，也是她能够在娱乐圈长期发展的积极因素之一。再加上沈月多了很多人性和平凡的一面，这让她在众多明星中更加接地气、可爱、亲切。沈月宿舍合照曝光后，网友爆料她和室友是神仙宿舍，沈月也因此被称为宿舍美女代表，足以可见她的个人魅力和人气。沈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她还是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在生活中，她喜欢与人交流，为人和善、开朗随和的性格也吸引了很多人，让她与众不同。无疑和沈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曾经说过，沈月是他最信任的人之一，这也能反映出沈月在个人生活中与同学之间没有距离感。相反，他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社交网络，发展更多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么，沈月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是他的天赋吗？还是他的坚韧？还是他善良开朗的性格？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沈月，但最重要的是她的自信和勇气。出道初期，虽然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挫折，但她始终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天赋和能力，在困难面前也表现出了非常勇敢和顽强的一面。这些因素使她确立了自己的文学风格和个人特色，从而在各个领域赢得了赞誉和成功。总的来说，沈月是一个非常有才华和魅力的女明星。她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在表演和生活中展现出优秀的品质。她的成功启迪我们在自我建设的过程中要有自信和勇气，在面对各种困难时要坚定信念。未来，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沈月这样优秀的年轻人在娱乐圈大显身手，展现风采。